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对孟子义背后竟藏这种情感裂痕，李晨表情亮了。最近奔跑吧那期白鹿和孟子义的互动，简直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。说是搞笑，倒不如说那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情感对决。节目里，白鹿的对完全不给孟子义面子，看似轻松的互动，却让人觉得背后似乎藏着点儿不为人知的情绪。先说说那次拍照环节，白鹿明显把孟子义当成了练习对象。孟子义从头到尾都在自嘲，说自己拍照就是个菜鸟，但白鹿的反应一点儿都不含蓄。你这拍照根本没救了吧？他的语气一度让观众感觉似乎是对孟子义的整个表现都不满意。别看白鹿一直笑嘻嘻的，但那种带着嘲笑的语气，尤其是言辞的尖锐，怎么看都不像单纯的玩笑话。其实这种对也让人挺迷惑的，是为了节目效果，还是白鹿真心觉得孟子义差劲？我在想，可能两人关系还真没想象中的那么亲密吧。毕竟白鹿那种毫不掩饰的不屑和冷漠，着实让人感到有点过了。孟子义虽然试图用自嘲缓解气氛，但他那时的表情真的显得有些尴尬。白鹿一边看着镜头，一边轻松地对他，而孟子义似乎总是有些跟不上节奏，那种落差感真的挺让人不忍直视的。也许这就是综艺节目惯用的戏剧化手法。可即便如此，这场对战也让人开始怀疑，白鹿是真的觉得孟子义不行，还是在节目里故意拿他当笑点制造机器？节目中的其他成员也有点不对劲，比如沙溢，他一直在旁边调侃，但感觉他说的玩笑话都带着点心虚，而郑恺的表现更直接，他看得出来有些不耐烦，甚至表现出一种我跟你们无关的态度。但这一切也未必完全是为了增加节目的看点。白鹿的高冷与孟子义的低调其实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或许就是白鹿在节目中展现自己强势个性的方式。其实反过来想，这种对可能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毕竟不管是在节目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对于别人夸奖自己，尤其是过于平庸的夸奖，都会有一些反感情绪，甚至产生轻微的不适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李晨的反应暴露了他对这一场互对的看法。记得当白鹿继续和孟子义互相戏弄时，李晨那种不可思议的表情，简直能把他内心的震惊写出来。李晨毕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艺人，一向以稳重著称。可是面对白鹿毫不留情的嘲讽，他似乎有些看不下去了。这种不打招呼的直白讽刺，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消化的。李晨没有说话，但那种表情简直能说明一切。话说回来，观众对这场对战的反应真是五花八门。孟子义的粉丝很显然不高兴了，认为白鹿有点过火，玩笑开得有点不合适，尤其是对于一个朋友，他的语言中似乎透着一股真实的不满。而另外一些人则觉得白鹿就是性格直率，不喜欢别人粉饰太平，尤其是那种过于虚伪的夸奖，所以他的反应是他真诚个性的展现。至于我们这些观众，看到这场戏心里也有点别扭，如果只是节目效果，那大家都能理解，可如果其中夹杂了个人情感呢？节目应该是放松的娱乐，而当白鹿和孟子义之间的互动开始带着情绪时，问题就有点复杂了。我不禁想，为何大家这么热衷于讨论明星之间的矛盾？是因为我们在看这些人时，总是希望他们展现一些更为真实的一面，甚至是带有一些人性的冲突。大家好像总是期待那些看似完美的明星们也能有点人情味，偶尔翻车，偶尔失误。
或许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对娱乐圈的一种潜在期待吧。明星们给我们看了那么多光鲜的一面，也该让我们看一些不完美的部分。但更深层的问题是，这样的对战背后，是否也反映了我们当今社会对虚伪和做作的反感？很多时候，公众对于明星私生活的关注，其实不是单纯对他们的八卦感兴趣，而是希望看到他们的真实一面。虽然这种真实有时会显得尖锐，甚至有点刺耳，但它也许正好满足了我们对真实性欲望的渴望。不过，看看这段情节的另一面，也不难发现，为什么观众对于这场对有如此激烈的反应，是因为大家内心其实都在期待某种突破，想看到真实的人性，而不是永远被包裹在光环里的完美形象。每一次明星破绽展现时，观众都想看得更清楚，他们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完美？就像白鹿和孟子义的这场小插曲，我们看到了更接地气的一面，虽然其中有些过火的成分，但也有些许真实的情感流露。所以，综艺节目中的这一场对，也许不仅仅是为了笑点，可能背后还有我们对社会和人性的某种深刻反思。毕竟，明星也是普通人，偶尔也会出戏，偶尔也会面对情感的波动。白鹿吐槽孟子义拍照技术，郑恺全程不耐烦，照片评比结果出乎意料。这期跑男，我算是见识了什么是塑料姐妹花的最高境界。白鹿和孟子义表面上嘻嘻哈哈，实际上暗流涌动，这微妙的气氛，隔着屏幕我都感觉到了。尤其是拍照环节，白鹿那一脸你不行的表情，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想当年，我和我闺蜜也因为拍照技术产生过摩擦，她把我拍得像个矮冬瓜，我还得违心地夸她拍得好。现在想想，那滋味跟孟子义也差不了多少吧。只不过人家是在镜头前，而我是在生活中上演这出有意的小传说翻就翻的戏码。去有路的地方，这主题一听就知道是为白鹿量身定制的。他那股子得意劲儿，仿佛整个大理都是他的专属摄影棚。孟子义呢，就像个误入片场的路人甲，一脸茫然，不知所措。这场景像极了职场新人第一次参加公司团建，格格不入，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。选队友环节更是修罗场，谁都想抱白鹿的大腿，郑恺那毫不掩饰的嫌弃，简直不要太明显。虽说他嘴上说着是因为路远，但谁信啊？还不是觉得跟孟子义一组赢面小吗？这就好比打游戏，谁不想跟大神组队 carry 全场呢？孟子义选了个拍立得，郑恺的脸瞬间就垮了。199就换来个这玩意儿，搁谁不乐意啊？沙溢不愧是综艺老油条，立马出来打圆场，说自己感觉被骗了。这幽默感，我给满分。不过郑恺这全程黑脸，是不是有点玩过头了？综艺效果固然重要，但也要把握好分寸啊。白鹿呢，全程一副老娘天下第一的姿态，那小眼神，仿佛在说：看吧，你们这群凡人，只有我能拍出大片。这自信，这气场，一般人还真学不来。不过，他对孟子义的吐槽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虽然说是好朋友，但也要给对方留点面子吧。孟子义全程都在努力维持表面的和谐，夸白鹿拍得好，情绪价值给得满满。这情商，我服。换作是我，估计早就翻脸了。不过，他内心的 OS 估计是：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最后照片评比，孟子义队居然赢了，这反转真是让人猝不及防。白鹿那难以置信的表情，估计内心 OS 是：这怎么可能？我才是摄影大师啊！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一次输赢又能代表什么呢？其实我觉得白鹿和孟子义私底下关系应该还不错。节目吗？
都是有剧本的，为了制造话题，难免会夸大一些矛盾冲突。就像我们平时看电视剧，反派角色总是坏事做尽，但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纯粹的坏人呢？这期跑男让我看到了娱乐圈的塑料姐妹情，也看到了人性的复杂。或许这就是综艺的魅力所在吧。它让我们看到了明星们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你们觉得呢？而我们作为观众，似乎在默默等待着他们在光鲜亮丽之外的一些小瑕疵。